这座桥叫雁桥，这里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。大家好，我是艳红，今天是端午佳节，祝大家节日快乐。本期作品从设计到制作完成，一共花了有10天的时间。为了赶着端午节将这个作品带给大家，最后一晚上直接通宵完成。希望这期的作品能让大家喜欢。本期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我的家乡三道堰。记得以前每到端午的时候，都会举行龙舟会，那个时候雁桥上就会挤满了人，桥下赛着龙舟，抢着鸭子，真的是热闹极了。这2年因为疫情的原因，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热闹的场面了。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期非常特别的龙舟的制作，主要材料是用易拉罐、热塑材料和 UV 胶。整个造型会在传统的龙舟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艺术的加工。龙舟里面拖着一座缩小的易拉罐雁桥。中国4大传统节日有春节、清明、端午和中秋。端午一词最早可见于西晋的风土记，古人通常会把5月的前几天分别以端来称呼，而5月又被叫做五月，所以5月初5便叫做端午。龙舟的身体部分先用铁丝打骨架，主要材料用的是强力胶布和热塑材料，用强力胶打好底后，再用热塑材料捏出龙的雏形。端午节源自人们对自然天象的崇拜，由上古时代祭龙演变而来。仲夏端午，苍龙七宿飞升于正南中央，处在全年最正中之位。正如《易经》乾卦第5爻飞龙在天，端午是飞龙在天吉祥日。龙及龙舟文化始终贯穿在端午节传承历史中。自古传承下来的端午习俗有很多，都有辟阴邪与祛病防疫的内容，如挂艾草、午时水、敬龙舟水、拴5色线辟邪，以及洗草药水、熏苍术祛病防疫等等习俗。在我的家乡就有包粽子、赛龙舟、抢鸭子、吃咸鸭蛋、采艾叶等活动。不知道小伙伴们在你们的当地有什么端午节的习俗呢？龙旗和龙尾这里也用易拉罐来进行制作。为了增加作品的实用和美观，这里呢增加了一个香托，点燃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烟雾缭绕的感觉。用沙子将掐丝的缝隙填满，然后再用紫外线灯照射。用易拉罐剪成大、中、小3种鳞片，用甲油胶涂成蓝色后再进行封层。将鳞片一片一片地粘贴在我们龙的身体上，
整齐的排列。底座部分设计的是水浪和水柱将龙舟托起的感觉，用易拉罐掐丝来制作水浪的部分。里面用沙子填满后，再用 UV 胶封层。这里再做2朵小莲花，将水浪进行组装。等所有的配件都做好以后，再进行最后的组装。底座的莲花下面有2只小鸭子，这里也让我想到了以前端午节时家乡抢鸭子的热闹场景。你眼中的端午节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有人说是妈妈包的粽子，有人说是小时候家乡的龙舟赛，还有人说是小时候外婆做的香包，或者说是放假平躺3天。发完这个视频，我可能就要到外婆家去吃粽子了。但是在去吃粽子之前呢，我想先睡一觉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